你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呢要来聊一个挺奇特的案子。主角呢是一位叫陈经元的物理学博士。对，他就因为在网上转了一些帖子，结果被判了1年8个月。是的，而且我们手头的材料，也特别有意思，就像一个拼图的两面。哦，怎么说？一面是官方的，就是那些法律文书、起诉书啊、判决书，看起来逻辑很严密。另一面呢，就是陈经元自己在监狱里写的上诉状，还有一份长达几万字的自辩控告书，非常震撼。还有第三方的分析报告是吧？从法律、心理学这些角度来看的。对，所以材料很全。好，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有时候甚至相互矛盾的碎片给拼起来。是的，试着为你还原一个全景，一个受过顶尖科学训练的大脑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法庭上的？是的。他转的到底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会被一个听起来有点模糊的寻衅滋事罪给定罪了？这背后到底只是法律条文的问题，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的碰撞？没错，我们会先看看官方是怎么说的，他们的定罪逻辑是什么。好，然后我们再彻底换个视角，钻到陈经元那篇堪称硬核的万字自辩里去，看看他怎么用科学和哲学把这些指控一条条给拆掉的。最后再用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为什么双方的认知差距会这么大？对，听起来信息量会很大。那我们就从官方的视角开始吧。起诉书里是怎么写的？官方的说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昆明市西须江检察院指控陈经元。说他在2019年到2022年这3年里头用翻墙软件，这个我们都懂。对，然后在国外的网络平台上散布了大量的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目标呢？目标是攻击我国政治体制，然后说造成了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又是寻衅滋事罪。这个罪名我看到有法律分析材料说它像个口袋罪。没错，就是口袋罪。因为它的定义边界很模糊，很多不好归类的行为，特别是一些跟言论有关的案子，就都装进这个口袋里了，给了执法者很大的操作空间。对，是的。然后法院的判决更是把这个逻辑推到了一个极致。一审判了他1年8个月，而且还是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对，判决书里的核心逻辑是这么构建的：第一，陈经元他是物理学博士，属于具有很高学历和知识水平的人。等一下，学历高在这里怎么成了一个定罪的前提了？这就是关键。法院的逻辑就是因为你学历高，所以你这个应辨别是非的能力就比普通人要强。所以当你转发那些他们认定的侮辱、攻击国家领导核心以及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信息的时候，你就不是不小心，不是过失，而是明知的。完全正确，你是明知这些信息是假的，是有害的，是故意这么做的。哇，这个推导有点意思啊。所以逻辑链是高学历等于高辨别力，等于主观上是故意的，也就是明知故犯。是的，这个链条听起来好像很顺，但你仔细一想，这每一步都站得住脚吗？这就说到点子上了，也就是那些法律分析报告里反复质疑的地方。首先，什么叫虚假信息？判决里提到了很多帖子，有些是政治漫画，有些是个人评论。这些是观点表达。对呀，这些东西属于观点和艺术创作，他们有绝对的真或者假吗？把观点和事实混在一起说，这在法理上是有问题的。对，我可以不同意一个观点，但我很难说一个观点是假的。那明知一点呢？法院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心里就是明知这些信息有害呢？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了。你看完所有文书，会发现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没有。零。法院的整个论证全都建立在他高学历这个身份标签上，这其实是一种有罪推定。说白了就是你是个博士，你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你就是故意的。但是学历高所以责任大这个说法，普通人听起来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这种想法在法律上问题出在哪儿？问题出在现代刑法的核心原则之一是主观相统一。你必须得有证据证明一个人主观上确实有犯罪的意图，你不能靠他的身份去猜，不能靠推测。对，
用一个人的智商高低来反推他的犯罪动机，这在程序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好的，那我们再看这个逻辑链的最后一环，也是入罪的门槛，就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这个总得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了吧？比如说他的帖子引发了什么群体事件，或者造成了哪儿的交通瘫痪。这恰恰是整个官方叙事里最薄弱的一环。怎么说？我们翻遍了从起诉书到二审那个维持原判的裁定书里头，完全没有提任何具体的可以验证的混乱后果，一点都没有，一分证据都没有。二审法院甚至决定不开庭审理，直接驳回上诉。这么快？对，然后在裁定书里强调了一句我们都很熟悉的话：公共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我明白了。所以官方的故事总结下来就是，用一个定义很模糊的口袋罪，基于一种靠身份标签推断出来的主观故意，对，去惩罚一个根本拿不出任何证据的危害后果。哇，你这个总结，这是一个逻辑上好像能说通，但实际上全是漏洞的闭环。描述的非常精准，这就是我们能从官方文件里看到的所有东西了。好了，官方的故事讲完了，但硬币总有另一面。陈金元本人的辩护可以说完全是从另一个维度对这个逻辑闭环进行了一次降维打击。没错，他那份狱中自辩及控告写书，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这完全不像一个囚犯的申诉，更像是一篇结构严谨的学术论文。确实是，他没有那种情绪化的喊冤，而是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独立学者，把这次对他的指控当成一个研究课题来做了。系统性的结构。对，他主要反驳了3点：危害后果、谣言行为和主观故意。我们先说危害后果，官方不是说他造成了严重混乱吗？他是怎么反驳的？他的反驳就非常物理学博士的专业知识，复杂系统科学。他说，像推特这种社交网络，它是一个有鲁棒性的复杂系统。鲁棒性？对，就是说它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不容易被单个节点的行为给干扰。他说他自己的账号粉丝很少，转发量也极低，在整体系统里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边缘节点。所以他的意思是，从科学上来讲，就他这种强度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网络系统里触发什么雪崩效应或者系统性崩溃。没错，也就是法院说的那个严重混乱。对，他认为这个指控在科学上就不成立，而且他还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杀手锏级别的现实证据。哦，是什么证据？他不是刑满释放了吗？出来之后，他回去检查了那些被法庭当成犯罪铁证的帖子。你猜怎么着？怎么样？那些帖子绝大部分都好端端的在网上挂着呢，根本没被删除。哇，这个证据太硬了，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呐，是吧？如果这些信息真的那么危险，真的能造成严重混乱，怎么可能就这么在网上裸奔这么久，结果什么事都没发生？这不就反过来证明了他们没那么大危害吗？这就是他论证的力度所在。然后他又开始剖析谣言这个行为本身。他把涉案的帖子分成了4类：艺术作品，比如漫画；主观情感，比如就是发泄不满；理性认识，也就是观点；还有客观描述，也就是事实。这个分类很清晰。是的。然后他指出，前3类艺术、情感和观点在逻辑上根本就没有真伪这个属性。 Who's on the new line？ 对，你不能说一幅毕加索的画是谣言吧，也不能说一句我很愤怒是谣言，这在佛学上叫范畴错误。只有最后一类，就是对事实的陈述，才有可能去验证真假。那对于事实陈述类的帖子，他怎么说？普通人难道有义务去核实每一条信息的真伪吗？他认为核查信息的真伪是公权力机构，比如警察，他们有国家的调查资源，这是他们的专职工作，而不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法律义务。要求每个网民都变成福尔摩斯，这既不现实，也不合理。有道理。但他反驳里最精彩也最有颠覆性的部分，应该还是关于主观故意，也就是明知那部分吧。绝对是。法院的逻辑是，因为你学历高，所以你明知有害。陈经元把这个逻辑给完全反过来了。是的，这绝对是神来之笔。他先从哲学层面引用了怀疑主义的观点，说作为一个学者，
他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他永远保持一种认知上的谦逊，不可能100%的明知什么是绝对的真相或者谣言。这是一个学者的本分。但更绝的是下一步，对，他接着就巧妙地利用了法院的那个高学历逻辑。他说，正因为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的专业知识，也就是复杂系统理论，告诉我转发这些信息的行为在科学上是无害的。哇，所以我非但不是明知有害，我反而是明知其无害。天哪！我是在有专业判断、确信它安全的情况下才去转发的。这个反驳太硬核了，他用法院的逻辑反过来将了他们一军儿。没错，法院说你学历高，所以你知道有害。他说正因为我学历高，所以我才知道它无害。这一下就把整个指控的基础给抽掉了。是的，他把强加给他的一个负面标签，变成了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最强有力的武器。这已经不只是法律辩护了，这是一种知识上的漂亮反击。好，那现在我们就有2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了。官方的故事是一个明知故犯的博士恶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陈经元自己的故事是一个独立学者在确信无害的前提下进行学术观察和信息分享，结果被错误定罪。这就太奇怪了，双方都觉得有理有据，但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好像活在2个平行宇宙里。为什么同一个案子能产生这么大的认知鸿沟？这就是我们手头的几份心理学分析报告试图回答的问题了。他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解释。有一份报告用了认知心理学的框架，认为司法人员可能陷入了2种典型的认知偏差。一个叫目的性推理，一个叫确认偏误。这2个词听起来很专业，能用大白话解释一下吗？当然，动机性推理就是说，你不是先看证据再得出结论，而是你心里先有了一个想要的结论，然后再反过来找证据去支持它。先射箭再画靶子。对，就是这个意思。比如结论是这个人必须定罪，那么整个推理过程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那确认偏误呢？这个更容易理解，就是人会下意识地去寻找、关注那些能证实自己已有想法的信息，而自动忽略甚至排斥那些跟自己想法矛盾的信息。所以报告的意思是，办案人员可能从一开始就预设了陈经元有问题这个结论。对，然后整个司法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不断找证据来确认这个预设的过程。而陈经元所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都被当成是狡辩，被自动过滤掉了。报告里甚至举了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在法庭上多次打断，甚至禁止被告人自辩。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就是为了保护那个预设的结论，而选择最直接的方式，切断那个可能威胁到结论的信息源。这就有点可怕了，整个系统变成了一个自我证实的循环。但除了这场认知偏差，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有。另一份报告引用了社会心理学家角纳森·海特的道德基础理论，这个视角就更有意思了。道德基础理论？对，他认为问题可能根本不在于逻辑，而在于双方讲道理的那个地级就完全不同。道德地级？这个说法很新鲜。他的理论是说不同的人群在做道德判断的时候，依赖的是几种不同的根深蒂固的道德直觉。比如有些人特别看重公平作弊和自由压迫，一件事只要不公平或者限制了自由，他们就觉得是错的。而另一些人呢？另一些人则更看重忠诚背叛、权威颠覆和圣洁堕落。他们觉得背叛集体、挑战权威、传播污秽思想是天大的坏事。我好像明白了。你看，陈经元在他的自辩书里反反复复质问的就是为什么执法不公？为什么我的言论自由被侵犯？对，他站的就是公平和自由这2个道德地基。完全正确。而斯瓦系统的判断逻辑呢？他们认为陈经元的行为是对国家这个集体的一种背叛。是对现有秩序和法律的一种颠覆。他转发的那些境外信息，就是对纯洁的网络空间的一种污染和堕落。是的，他们站的是忠诚、权威和圣洁这几个地基。
这就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双方的对话像鸡同鸭讲。没错，他们都在讲道理，但各自的道理生长在完全不同的道德土壤上。一方在高喊程序要公平，我要自由；另一方心里想的是你要忠诚，不许颠覆，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对话。是的，这可能已经不是逻辑的冲突了，而是两种价值观的根本性冲突。这么说来，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法律案件了，它更像一个文化现象。我们手头还有一份人格心理学的分析，它好像提出了一个更令人警醒的观点。对，那份报告认为，这起案件的本质是一场系统对一个完整人格的全面攻击。全面攻击。对，报告说，司法判决系统性地压制了陈经元的核心人格特质，比如他作为学者对知识的开放性被定义成了破坏性。他坚持原则不轻易妥协的低顺从性被看作是对抗性。不仅如此，判决还剥夺了他的基本心理需要，比如他作为学者需要自主探索，这是自主性；他需要通过专业知识获得成就感，这是能力感。对。但结果呢？他的高学历反而成了罪证，这等于从根本上否定和羞辱了他的学者身份。这份分析最深刻的地方在于，他指出整个司法过程是在试图用一个外部强加的罪犯身份，去暴力地重构他的自我概念，也就是他内心对自己学者身份的认同。所以我们回过头再看他那份几万字的血书，就不再仅仅是一份上诉状了。它是一个完整的人格系统，在即将被外力压碎的最后一刻，为了维护自身的统一性、理性和尊严而发出的最后也是最强烈的呐喊。是的，心理学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冰冷的法律条文背后那些隐藏的认知模式、道德直觉和对人性的深层影响。好了，经过这一番梳理，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比复杂的案件。它关乎一个名叫陈经元的博士的命运，但又远远不止于此。我们从法律文书里看到了官方的逻辑，从血书里听到了学者的呐喊，又用心理学的透镜看到了水面下巨大的冰山。它触及了法律中罪与非罪的模糊边界，尤其是在言论领域。它展现了一个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头脑，如何用逻辑和知识为自己辩护。同时，它也揭示了一个系统在特定压力下可能会出现的认知盲点和内部动力。最后，我们想为你留下一个源自心理社会发展理论的思考。这个理论的提出者是心理学家埃里克森，他认为人到中年有一个核心的人生任务，叫做生成性。生成性 （generativity） 指的就是一个人去创造知识、传承文化、关心下一代，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内在动力。一个学者写书，一个老师育人，一个工匠传承手艺，都是生成性的体现。陈经元作为一个学者去探索、分享、讨论知识，本质上也是这种动力的驱使。而与生成性相对的是停滞 （stagnation）， 也就是拒绝改变、自我封闭、压抑新生事物的系统状态。对，从这个角度看，这起案件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场个体的生成性与系统的停滞性之间的冲突。那么留给我们的思考就是，当一个社会开始系统性地惩罚那些试图生成新知识、新观点、提出新问题的行为时，它最终会走向何方？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